你好，今年我应该推荐了2本书，一本书叫《鱼翅与花椒》，然后呢，一本书叫《炎症》，都是我今年看过非常有意思的书。如果你们还没有看那2个视频，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年我又看到了一本很好的书，叫《他们走上法庭》。这本书是一个律师写的。那你们知道，律师常常需要去法庭、去法院。律师呢，也常常认识有很多故事的人。那这个律师他在这本书里，他写了14个故事。14个故事里，我看了大部分的故事，我都觉得，为什么？对，很不舒服。但是呢，最后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比较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想先跟大家说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呢，是一个老女人，她和一个老男人结婚。这个老男人死了，然后老男人把他的东西、房子啊什么的给这个女人。那这个老男人以前有一个女儿，然后女儿在别的国家，她跑回来，她说：“哼，你这个女人骗我的爸爸，你就是想要我爸爸的钱。”所以呢，他们需要去法院，他们需要去打官司。对，然后呢，在法庭上，在法院里，他们说了他们的故事，然后大家发现，这个老女人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然后呢，她结婚过4次，所以呢，有的人会觉得，你结婚了4次，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她真的是很好的女人。包括她以前结过婚的人，她的前夫，她的朋友都说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那离婚的原因不是因为她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她和以前的老公没有办法生孩子，或者以前的老公生病死了。对，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是不好的女人，是因为别的问题。然后呢，这个老女人以前她也有一个女儿，她的女儿生病死了。那在治病的时候呢，这个老女人花了所有的钱，然后她没有钱，因为她把她的房子卖了，然后她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给她的女儿治病，所以她没有房子，没有家，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她有一段时间的生活很难。可是因为她会做一个很好吃的那个酸菜，很多人找她买，然后呢，因为这个她赚到钱，所以呢，她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有很多男人看到她很喜欢她，那这个和她结婚的老男人真的很喜欢她，对。然后他们结婚，他们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个老男人呢，他是很有文化的，他是去过大学，我记得。那这个老女人她没有去过大学，她只去了中学。然后呢，这个老男人和这个老女人，他们一起去老年大学，就是都是老年人一起学习。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女人她被蚊子咬了，叮，然后她很痛。然后她的老公以为是因为她听不懂，所以她的老公马上对老师说：“老师，你说的不清楚，你再说一遍。”我的老婆没有听懂。对，然后呢，他说：“老师，我的老婆是很聪明的人，一定是因为你说的不清楚，所以我的老婆没有听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老女人和这个老男人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那大家在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发现这个阿姨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呢，现在很高兴的是，这个女儿和这个老女人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商店。
他们不是真的妈妈和女儿，可是因为爸爸，所以呢，他们现在是家人住在一起。好，所以这个是第14个故事，是最开心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老女人她也说，她觉得她没有错，因为她只是和几个男人结过婚，她只是觉得她爱了很多人，可是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吧。好，那现在我要说一说第2个故事。第2个故事是一个妈妈和儿子的故事。这个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很多人看到她都觉得她是很好的人。但是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太爱她的儿子。中文我们如果觉得爸爸妈妈太爱孩子的话，我们会说溺爱，就是不管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爸爸妈妈都说没有关系，这个是溺爱。好，那因为这个妈妈溺爱她的儿子呢，所以她的儿子也很没有用。然后他的妈妈都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妈妈会帮你，妈妈会给你钱。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妈妈她在一个商场打扫，然后她的儿子看到了。那商场里的人对她的妈妈不好，因为别人觉得这个女人在打扫，就是看不起她。然后呢，她的儿子看到这个，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儿子觉得我不可以做一个不好的儿子。然后呢，他说妈妈，我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就去工作。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儿子他死了。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呢，和别人住在一起。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别人、非常没有礼貌的人。比如说他会在很晚的时候回住的地方，然后洗澡啊什么的。大家住在一起，有的人他们工作很累了，他们睡得不好，所以呢和他住在一起的3个男人把他杀了。那我觉得他对别人不礼貌、不尊重别人，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妈妈非常溺爱他。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过的故事。作为爸爸妈妈需要去想，到底什么才是对的爱。那这个妈妈她很爱她的儿子，可是现在她的儿子死了，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这个有可能是她的问题。对，这个是第2个故事。好，那第3个故事呢，是一个女人，然后她常常被她的老公打。那她被打，可是她也不离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她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的儿子不是她老公的儿子，她的老公不知道。她很久很久以前，通过一个很老的，有一点老的 APP 叫 QQ。以前中国人用 QQ， 她通过 QQ 认识了一个男人，然后他们上床睡觉，然后她怀孕了。可是呢，她在怀孕的时候很快找了一个男人结婚。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和她的现在的老公看起来是很像的。所以她的老公就是没有怀疑过她的老婆，他没有觉得她的儿子不是他真的儿子。好，然后因为这个女人她心里面有一个秘密，对不对？她可能也觉得很心虚，她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她很心虚。那这个老公一直打她，她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她从小到大的生活都不好。然后她也觉得她对不起她的老公，所以呢，她觉得没有关系。好，那为什么她的老公会发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有一天这个女人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好朋友。那她的好朋友说了，我不会告诉你的老公。可是她的好朋友去找了她的老公，然后说你欺负我的好朋友，现在你要给我钱。但是她的老公不害怕她，然后呢，她的老公把她打了。那
这个好朋友被打了以后呢，他就告诉这个男人说，你的老婆骗了你，你的孩子不是你真的孩子。那她的老公听到这个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叫来。对，然后我想在那个情况应该是很乱的。我记得是这个女人她用刀扎自己，然后呢，她又用刀扎她的老公，所以这个女人和她的老公都死了。然后这个儿子现在他知道他没有爸爸妈妈，然后他也觉得他不应该出生，因为他觉得他出生了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好，那现在应该是第4个故事。第4个故事，不是很难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生病了，然后呢，她需要花很多钱治病，但是爸爸没有很多钱，然后爸爸就去问她的爸爸，就是小女孩的爷爷，能不能把她的房子卖了，然后给小女孩治病。但是这个爷爷他有很多个孩子，所以呢，这些孩子觉得就是不公平，为什么爸爸的钱都给你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孩子不同意爸爸把房子卖了。对，然后呢，你们知道老人快死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写一个东西，这个叫遗嘱。那这个老人呢，他写了2份的遗嘱，第一份就是说，这个房子要送给这个小女孩治病，但是他还写了第2份遗嘱，说这个房子他要给另一个儿子。对，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很麻烦，就是等啊，然后这个小女孩她死了，她去世了。最后呢，这个房子就是给另一个儿子，他是大儿子。然后这个小女孩她死了，她的爸爸当然很难过，但是她的爸爸就是现在他不需要那个房子了，因为他的孩子已经走了，所以呢，他就说，我不需要这个房子，你可以拿走。所以呢，是一个很难过的故事，因为我听这个作家说，这个小女孩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如果有钱的话，但是因为就是他们打官司打来打去，所以呢没有等到钱，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走了。好，那现在应该是第5个故事。第5个故事就是这个女人她总是被男人打，然后呢她年轻的时候是很漂亮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找了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男人，然后总是被他打。然后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男人很高兴，但是呢，这个男人是对儿子很好，不喜欢他的老婆。然后呢，这个律师想要帮他就是离婚，可是这个女人她老是后悔，就是比如说今天她想离婚，然后2天以后她又说我不要离婚了。对，所以就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难。然后呢，他很爱他的孩子，他一直带着他的孩子，因为他的生活很难，所以他孩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很多人告诉这个女人，他们说，你的生活很难，你自己都没有工作，没有钱，你应该把你的孩子给你的老公，你们可以离婚，然后把孩子给你的老公。那这个女人她说我不要，她说我知道我没有钱，我的生活很难，但是因为我的生活很难，我就要把我的孩子给我的老公吗？对，所以呢，她虽然生活很难，但是她还是想带着她的孩子。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女人，我觉得她的运气不是很好，然后我也觉得她有一点点太软弱，就是很害怕。如果她不是那么软弱，我想她的生活可能会更好一点，不应该一直被她的老公打。好，那现在应该是第6个故事。第6个故事是这本书里面让我比较生气的一个故事。第6个故事是一个女人，然后和她的丈夫。这个女人在工作的时候受了重伤，所以呢，她有可能会死。然后呢，她的丈夫就是很高兴，因为她的丈夫可以拿到钱。对，所以她就是希望这个女人就是快一点死。
好像是48个小时之内，如果她死，那丈夫可以拿到钱。然后呢，可以发现就是2个儿子，大儿子也是不怎么样，大儿子也是说那妈妈是不是有给我们留很多钱？然后小儿子呢，就是玩游戏，他不在乎所有的东西，所以一家3个男人都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女人她就是觉得没有关系，如果我努力工作，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去赌博吧，就是欠了很多很多钱，所以这个女人她每次赚到钱以后呢，就是她的老公都会把她的钱拿走，然后最后这个女人她真的走了，她的老公也真的拿到了钱，她应该是拿到了80多万，然后呢，突然在这个时候，小儿子就是把手机扔了，然后就是大声的哭，而且这个小儿子他也说他会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就是一开始会觉得这个小儿子就是每天玩游戏，不在乎他的爸爸妈妈，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到最后发现这个小儿子是唯一一个有一点在乎妈妈的人。好，现在应该是第7个故事，对吧？第7个故事是一个小女孩，她小的时候被她的堂哥性侵，性侵的意思就是摸她，可能有强奸她，然后呢，她的堂哥是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厉害、非常好的学生，也去了外国读了博士。所以呢，家里面的人就是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所有的人都要向他学习。然后呢，他的堂哥是一个法学的博士，所以呢，他对法律非常了解。那这个女人她小的时候被她的堂哥性侵，现在她知道她的堂哥可能很聪明，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然后他说他要他的堂哥和他道歉，然后呢要承认他小的时候对他做过的那些东西。但是呢，他提出这个的时候呢，他的堂哥就是不要，因为他觉得现在他很成功，所以呢他不想要做这个，让他没有面子。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小女孩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就是别的堂哥的爸爸妈妈都很生气，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堂哥？对。但是呢，最后就是这个律师很厉害，他就是让堂哥承认了，他小的时候性侵了这个女孩子。而且这个小女孩她在最后的时候说，她说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厉害，但是呢他只是不太厉害，有的人可能很厉害，但是他却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不可以因为他很厉害就可以原谅他做过的不好的事情。他还说到，就是在中国有一句话是家丑不能外扬，就是你不要把家里面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是他说他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中国所有的人，因为他要让所有的人听到他的故事。然后呢，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需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他已经没有什么害怕的。好的，现在应该是第8个故事。第8个故事也是妈妈特别爱孩子的故事，然后最后这个孩子把他的爸爸杀了。妈妈和爸爸他们的感情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他们就是觉得为了孩子他们不能离婚。其实这个孩子是很讨厌这个东西的，他的妈妈非常爱他，但是也控制他。他的儿子呢是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呢一开始这个女生想要和他分手，因为他发现这个男的脾气不太好，不太稳定，常常生气，然后爸爸妈妈都非常的不开心，但是他们就是不离婚，然后他们说就是为了儿子不可以离婚，但因为他们没有离婚，所以他们家庭的环境是非常奇怪的，非常不舒服的。然后有一天这个爸爸和儿子在家里，然后
爸爸向儿子下跪。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男孩子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所以他看到他爸爸下跪，他就觉得这个家庭是非常有问题的，他就把他的爸爸杀了。那他的妈妈是非常爱他的孩子的，对不对？可是呢，他的妈妈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完了，他希望他的儿子去死。所以我也在想，这个妈妈她到底爱的是什么？是儿子还是她自己的面子？我不知道。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爱，这个不是对的爱。OK， 现在应该是第9个故事。第9个故事是一个按摩师。可能你们知道有一些按摩店呢，按摩师他们是会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打飞机。然后呢，这个按摩师呢，他认识了一个老男人。这个老男人呢，他有一点问题，就是他很想要，但是呢，他的身体有一点问题，所以每一次都不行。然后有一次呢，这个老男人他就是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的家里，把这个按摩师带到他的家里，然后他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行，可是他又想试一试。然后这个女人说不要试了，就是你不行诶。这个老男人他就是不放手。然后这个老女人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老男人他咬按摩师，所以按摩师他觉得很痛，所以呢他就拍男人的头，然后这个男人他就从床上掉下去了，然后他就死了。所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男人的孩子们说这个女人杀了我的爸爸。好，然后最后是说他不小心让这个男人死了，所以这个按摩师最后就是坐牢3年。说到现在我已经有一点累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它其实是有一点差不多的所以就是一直说一样的东西，有这个感觉。好，这个应该是第10个故事。第10个故事也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常常被打，然后最后是发现这个孩子在学校被别的人性侵，但是因为这个妈妈她不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妈妈，对不对？她总是被她的男朋友打，可是她还是在一起，所以这个孩子他的情况就是很难，没有太多妈妈的保护。然后呢，不知道现在他在学校会是怎么样。好，那现在应该是第11个故事。第11个故事我也比较喜欢。第11个故事呢，是一个女人，她和她的老公在一起，然后大家都觉得她的老公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公，而且她的老公呢是一个感情的专家，就是你有什么感情的问题，你可以去问他，他会帮你。但是呢，这个老公他是一个中文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很喜欢表演的人，就是他会让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其实他和他的老婆10年没有性生活。他们有一次吧，所以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她的老公就是他不可以离婚，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感情专家，他没有办法离婚，他觉得这个让他没有面子。我不知道这个老公他是同性恋还是什么，我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这样子。他的身体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性生活，是因为他喜欢男人，还是说他就是不喜欢性生活？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对，然后这个女人很想离婚，但是没有人支持她，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她的老公特别好。但是最后他们还是离婚成功了。然后呢，她最后是用刀割自己的脸。现在她脸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看的东西，但是现在她的生活更自由，更开心。现在应该是第12个故事。第12个故事也是有一点难过。是一对夫妻，这个老公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找不到女朋友。然后呢，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以前是妓女。然后他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非常漂亮，在学校很多人喜欢。可是可能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知道她的爸爸不受欢迎，然后也知道她的妈妈以前是妓女，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压力，然后有可能因为这个她就在学校不好好学习，然后交男朋友，然后呢她不小心怀孕了，然后这个时候她男朋友就是很害怕，也没有钱，都是学生，然后就说我们要不要骗一个老的男人，他们就骗了一个老男人，然后呢这个老男人和她睡觉。那这个老男人和她睡觉的时候，其实他是知道这个孩子不满14周岁的。在中国，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满14周岁，即使他说他愿意和你睡觉，那也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因为他和这个女孩子睡觉，所以他现在在坐牢。然后这个女孩子她就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她的妈妈以前是妓女，所以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她是被6个男生强奸，然后因为他们住在一个小地方，所以小地方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可能你会想为什么不搬家到别的地方，但是他们说了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现在他们的生活还是很难。OK， 现在应该是第13个故事。第13个故事呢，是一个女人，她和老公离婚以后呢，就是没有地方住。她发现老公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公的家人不希望她继续住在这里。然后呢，她回到以前爸爸妈妈的家，然后也没有地方住，因为可能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房子啊，还有那个地是留给男人的，不是留给女人的，所以她两边都没有地方住。但是她觉得这个不公平，为什么我是这里的人，为什么我不可以住，对吧？然后她想继续住在那个房子里的时候呢，那个村子里的所有的人都来欺负她，所以最后是一个她的好朋友就是帮她找了这个律师。她的好朋友说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好的女人，因为这个好朋友有病，然后呢大家看到她发病的时候都是很害怕她，只有这个女人会帮她，然后帮她很多很多年。最后呢，这个律师是把那个农村里面那些欺负她的人都告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后的结局应该是还可以，她应该是有地方住的。好，那现在应该是第14个故事。我觉得是很难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女儿被她的妈妈卖了很多次，然后每一次都是卖给男人结婚。因为在中国很多传统的地方，结婚的时候男人需要付钱给女孩子的爸爸妈妈，这个叫彩礼。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被卖了很多很多次。最后一次呢，她真的很喜欢她的丈夫，她就说她要和这个丈夫结婚，但是她的妈妈不同意，因为她妈妈还想要卖她。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是很生气，她就捅了她的妈妈7刀，但是她的妈妈没有死。这个女人她不是真的想要杀她的妈妈，她是很生气，就是她被卖了那么多次，然后她妈妈还想要继续卖她。所以她就是捅了她妈妈，但是她妈妈没有死啊。那最后这个女人她因为捅了她妈妈，坐牢坐了4年。然后现在她已经出来了，现在她也和她的丈夫结婚了。她这个丈夫是比较好的人，她说她去坐牢她也会等她。现在呢他们结婚了，然后现在他们都在做工人，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她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她觉得她有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呢现在她也不需要再被她的妈妈卖给别的男人。OK， 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4个故事说的我好累啊。这本书是我这个星期看的，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很难过，因为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很难过的，关于女人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办法不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人，所以呢，我需要记住，有很多人生活是很难的。然后我也需要告诉我自己，如果我想要好的生活，我想要自由的生活，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或是错的，我需要记得。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很应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也关心女性的故事，中国女性的故事，非常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她们走上法庭》。OK，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好的，我们下次见吧。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如果你喜欢，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哲学、文化等等等等。在我们的视频下面，你可以看到文本。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繁体字、拼音。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你可以下载音频，然后听很多很多遍。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好，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